大家好，我是美国注册护士志美，欢迎来到今天的志美5分钟。志美会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四为大家介绍2个医学护理知识，帮助大家从美国注册护士的专业角度了解疾病的自我护理，也会帮助海外华人了解在美国看病住院的常识。志美曾是一名中国护士，在3家医院工作，因为准确的穿刺技术和良好的互换关系广受病人好评，也在美国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注册护士，并持有急救和高级生命支持证书。通过美国注册护士考试，需要学习多方面的医学专业知识，按照其备考内容粗略地包括护理科学、基础技能、生长发育学、产科学、儿科学、皮肤病学、血液病肿瘤医学、消化系统疾病，还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病、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眼耳科疾病、神经病学、肌肉骨骼病学、免疫系统疾病、精神及心理疾患。以上所有涵盖领域的内容，要能够运用知识，批判性的思考案例，独立做出护理诊断。经过长达3个月至1年的备考提升过程，最终在考试中心的计算机端完成平均4小时的 NCLEX RN 考试，最终成为一名能够在临床独立操作的注册护士。在美国，注册护士 RN 可以在医院病房护理病人，可以在门诊为病人做基础的检查及治疗。随着今后不断进修，可以成为高级职业护士 APN， 拥有处方权，独自接待病人，如一些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及体检，成年人及老年患者的健康维护。更好的是，你可以进修成为麻醉护士 CRNA， 拥有独立或是和医生合作的职业权利，在术前评估、手术室、恢复病房、检验室甚至牙科治疗等众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一个注册护士其对于常见病症能给出的初步诊断能力相当于家庭医生，尤其是在接诊、妇幼保健和老年病方面，诊所的医生配比会减少，而雇佣更多的高级注册护士。在美国的医院病房中，护士的主要角色是管理者、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各个科室工作协调者，他们参与急救病人、手术室工作、重症或普护病房的治疗护理工作，联系各个医疗专业领域以及医院感染防控工作。因此，护士在医院享有很高的地位。与国内不同，美国医生在医院病房出现的时间一般只有早上查房的时候，所以他们并不是主导病房的管理者。医生很少在医院常驻，他们在医院外有自己的诊所，通过和医院签订合同，只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在医院办公室坐诊。在医疗服务提供者之外，注册护士同时也承担着教育者的责任。比如，一位老年的患者由于记忆不佳、阅读听力下降，导致无法记住医生的医嘱或者是药物注意事项，这时护士需要在治疗和给药前后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比如患者的一些药物的肝毒性、肾毒性导致的定期回访需求。除了老人，很多经济不富裕的人经常为了省钱忽略体检，甚至疑似症状出现后依然寄希望于自行好转，结果就是小病拖大病，疾病拖慢病。适时的社区健康教育筛查可以使人花小钱治大病，并减少政府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公共开支。在国家不同的地方，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极大。志美曾在医院见到一个焦急的丈夫，气愤地说，急诊的护士居然不给自己即将分娩的妻子找平车，并把她推到产科楼层，还扬言要砸了急诊室。志美简单过问该产妇的情况，发现只是见红，也就是出现血性分泌物，其宫缩不到临盆的指标，羊水也未破。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并不危急。在美国，此种情况的病人需要家人甚至是自己开车来到产科医院。如果开指宫缩还未到特定的指标，即使见红也会被要求回家等待。
所以说，充分的产前教育不仅能够缓解病人和家属的紧张情绪，更能规避潜在的医疗暴力行为发生。在中国，大部分的妇女怀孕之后会被周围的人尤其呵护，但是在欧美，大部分女性要自己照顾几个孩子的同时，定时预约产检，单独开车前往。初来美国的移民可能会不适应这种环境，这时注册护师往往能够对产妇各个阶段身体变化和病理情况做出讲解，使她们更加安心。比如很多妇女见到孕期血性分泌物都会异常紧张，但根据其状态和伴随症状，又可诊断为正常现象，或是胎盘位置异常，或是妊娠异常情况。以后我们会具体讲解。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往往令父母揪心，何时最晚开口说话，何时能够单脚站立，何时产生抽象思维，注册护士都能为您做出具体的解答。我们往往看到很多父母教孩子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能由一个事实推断出另外一个事实而气急败坏，但您也许应该先理解孩子的思维发育阶段，在到达年龄之后再做这样的要求。有注册护士志美在您身边保驾护航，帮助您尽可能节省更多的看病住院花销，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您的诗和远方。感谢收看智美5分钟，点赞并订阅，拥有智慧美好生活。